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大家好，你今天好像一直在想一件事。是的，我今天特别希望自己说中文时能反应快一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下午，我参加了一个中文交流活动。休息时，同组的一位朋友问我，觉得刚才的小组讨论怎么样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也知道自己的看法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下子说不出话。你当时完全没有答案吗？不是，我想说讨论很有意思，也学到了新的表达。可是我又想把理由说得完整一点，我还担心自己的语法有问题。结果我停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几个词，没有说出完整的句子。等我想到合适的说法，大家已经开始聊别的了。那确实会让人觉得可惜。你明明有想法，却没有及时说出来。更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回家以后，我想到了很多自然的回答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那些话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。这种经历很常见，尤其是用第二语言交流时，我们可能知道想说什么，却不能马上组织好语言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想讨论怎样及时回应。说中文时，怎样反应更快，也说得更清楚。我们还会分析回应变慢的常见原因，最后再练习7种可以直接使用的方法。那我们先看看快速回应为什么重要，它会怎样影响一次真实交流。因为真实交流不会一直停下来等我们，如果我们很久没有回应，对方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否听懂了。有时话题会继续下去，就像你今天遇到的那样。所以，及时回应首先能让交流继续下去。对，它也能让别人了解你真正的能力和想法。比如在小组讨论中，主持人突然问你合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你已经参与了整个过程，也很清楚合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。可是，如果你只能说出几个零散的词，别人就不知道你遇到了哪些困难。这并不表示你没有能力，只是你的想法没有及时变成完整的句子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不必等到整个答案都准备好才开口，只要先说出第一句话，我们就有机会继续补充后面的内容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别人问合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，你可以先说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找到大家都有空的时间。对方听懂重点以后，可能会继续问为什么很难找到大家都有空的时间。这时你只需要回答眼前的新问题，不必提前准备全部内容。原来第一句话不只是回答的开始，它也能让对方知道接下来可以问什么。对方的新问题也会告诉我下一步可以回应什么。对，交流会这样一步一步继续下去。每次只回答眼前的问题，开口时的压力会小一些，信心也会慢慢增加。不过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反应快是不是表示说话速度也要很快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的误解。想得快和说得快不是一回事儿。有些人一紧张就会把语速加快，可是他自己还没有找到重点，对方也更难听懂。对，这有一点像在地铁站换乘，如果没有看清方向，只是一直向前跑，可能会离正确的站台越来越远。先看清路标，再选择路线，反而能更快到达目的地。说话也是这样，先找到最重要的意思，再用清楚的句子说出来，比着急更有效。而且这种能力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。第一次去一个很大的车站时，我们可能需要慢慢找出口。走过几次以后，我们会越来越熟悉路线。也就是说，快速回应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。正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回应变慢的常见原因。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想的太多。我今天就想在开口前把整个回答从头到尾都准备好。这就是过度思考。有人听到周末做了什么，马上开始检查每一个词和每一个语法点。他想先在脑中把答案准备得很完整，再说出来。等答案准备好，最自然的回答时机已经过去了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害怕出错。对，有些学习者知道怎样点菜，
却因为担心量词说错，一直不敢开口。即使量词用的不准确，对方通常也能通过菜名和数量理解他的意思。一个可以改正的小错误，却成了他不敢开口的理由。第三个原因是突然紧张。别人一说现在请你回答，我们可能突然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比如有人问你最喜欢哪一道中国菜，你平时吃过很多菜，突然却连一个菜名都想不起来。你并不是没有答案，只是压力让你暂时想不起来。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用第二语言回答时，本来就需要更多时间。我知道自己想说什么，但是不能那么快想到合适的中文词语。这很正常。我们用熟悉的语言说话时，已经能熟练使用很多常用表达。用中文说同样的内容时，我们对这些表达可能还不够熟悉。过度思考、害怕出错、突然紧张，还有用第二语言交流时需要更多时间。这4种情况听起来都像说不出来，原因却不完全一样。所以接下来的方法会帮助我们分别应对这些困难。第一种方法是在压力下先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紧张的时候，为什么更难思考？因为我们会一直想着我不能出错。当我们一直担心出错，就很难把注意力放在问题本身上。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遇到过。有一次我要用中文做小组报告，我已经准备了3个重点，也在家里练习过。报告中间，老师突然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，我一个样子很紧张，准备好的3个重点全都想不起来了。你后来怎么办？我没有逼自己马上说出完整答案，我先慢慢吸气，再慢慢呼气，让自己平静一点。接着我只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来回答。我说，因为这个主题和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。这句话不复杂，却直接回答了老师的问题。是的，短暂停顿让我有机会重新整理思路。突然紧张时，可以先停一下，并慢慢呼吸，再抓住一个重点。平静下来以后，第二种方法是什么？第二种方法是提前准备常见问题的回答方向。在有些交流场景中，我们可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会问什么。比如去餐厅时，服务员通常会问我们想吃什么、喝什么。对，参加中文活动时，新朋友也常问你从哪里来，为什么学习中文。如果准备参加面试，可以提前想想自己的经历、优点和困难。这听起来像提前背答案。准备不等于背完整句子，我们可以只准备2-3个回答方向和几个关键词。即使对方换了一种问法，我们也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回答。日常聊天也能提前准备吗？可以。如果别人问周末过得怎么样，对方接下来常常会问你去了哪里，也可能问你和谁一起。提前准备过这些回答方向，遇到意外提问时就不容易一下子说不出话。不过，即使提前准备过，我们还是会遇到意外问题。没错。第3种方法是先说一句自然的提示语。提示语能怎样帮助我们？它能给我们几秒钟的思考时间，也能让对方知道我们准备继续说。如果问题值得思考，可以先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让我想一下。也可以说这要看具体情况。这要看具体情况适合什么问题。比如有人问每天学中文1小时是不是最好的安排，你可以先说这要看具体情况，接着你要说明每个人可用的时间和学习目标不同。所以提示语不是答案，它只是帮助我们争取思考时间。说完以后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应问题。对，现在我来问一个你没有提前准备过的问题。如果明天下午完全有空，你最想做什么？让我想一下，我最想去河边骑自行车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房间里工作，很想出去活动一下。你给自己争取了几秒钟的思考时间，也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。对话没有因为短暂停顿而中断。有时我无法及时回答，不只是因为需要思考时间，我可能根本没有听清对方想问什么。这就需要第4种方法，换一种说法确认问题。
也就是复述对方的问题吗？对，但不是机械的重复最后几个词，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说明自己对问题的理解。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吗？比如有人问，你觉得参加线上中文活动对提高口语有多大帮助？你可以先确认这种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高口语，对吧？这样做能给我一点思考时间，也能让我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。而且对方可以马上确认你的理解是否正确，也可以指出你理解错的地方。如果他说我想知道这种活动能不能增加开口机会，问题范围就更清楚。对方的问题比较复杂时，这个方法也很有用。我可以先确认你想知道这种活动能不能增加开口机会，对吗？没错，复述能让对方知道你在认真听，也能避免在没有听懂问题时匆忙回答。我们已经听清对方想问什么，接下来怎样更快组织答案？第五种方法是使用简单结构。很多人无法及时回答，是因为想在第一句话里说出所有细节。可是清楚的短句通常比混乱的长句更容易理解。我们可以把答案分成3个部分，先直接回答，再说一个原因，最后补充具体内容。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一个人旅行好吗？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很好，因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时间。上次我一个人去海边，早上散步，下午在小店里看书。第一句直接回答了问题，第二句说明原因，最后一句补充具体经历。不过，我们不必每次都把3个部分说全。如果问题很简单，直接回答1句就可以。如果对方感兴趣，再补原因或例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结构只是帮助我们决定先说什么，后说什么。回答可以长也可以短，不必固定成3句话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怎样准备自己的回答。可是快速回应不只需要准备答案，还要认真听对方说了什么，对吗？对，这就是第6种方法。有人在对方说话时一直忙着准备自己的下一句话，结果他没有听见关键词，也没有发现话题已经发生变化。认真听时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？可以注意关键词、说话人的语气和前后内容，这些信息会告诉我们对方真正关心的是什么。比如朋友说，我本来想去爬山，可是突然下雨了。他说自己后来在家看了一部中文电影，而且特别喜欢。如果我认真听，最自然的回应可能是问他看了什么电影。我也可以问电影里哪一部分最有意思。如果我只想着接下来要说什么，就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特别喜欢那部电影。对，对话有一点像接球，先听清楚对方说了什么，再决定怎样回应。那可以怎样练习认真听？对方说完以后，先不要急着转到自己的话题，先抓住对方刚才提到的一个细节，再追问或分享相似的经历。比如你刚才说那部电影很有意思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这样回应的方向就来自对方刚才说的内容，我也不必一边听一边准备另一个话题。前面6种方法都可以直接用在真实交流中。最后一种方法是在低压力的环境里练习即兴表达。即兴表达是什么意思？即兴表达不是提前写好要说的内容，而是根据当时的话题和情况继续说。第一种小练习叫做词语联想。具体怎样练习？我说一个词，你马上说出第一个想到的相关词。我说下雨，雨伞、我说火车，旅行、我说中文。朋友。很好，这个练习不要求你每次都想到特别好的词，它只是训练我们更快找到2个词之间的联系。第二种练习是什么？随机选3个词，用30秒讲一个小故事。今天的3个词是车站、下雨、咖啡。好，我现在开始。昨天下午，我去车站接一位朋友，刚出门，外面就开始下雨。我到车站以后，发现朋友的火车晚了20分钟，所以我买了一杯咖啡在门口等他。他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打着伞回家。故事很简单，但是时间、
地点和结果都很清楚。我没有提前准备，还是把这一小故事讲完了。这正是练习的重点。练习时先尽量说下去，结束以后再检查错误。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每句话都完美，我们又会开始过度思考。词语联想训练我们更快建立联系，30秒故事训练连续表达。练习多了，遇到意外问题时也会越来越从容。说中文时反应更快，不等于提高语速，而是能够及时做出清楚的回应。我们可以把这种能力分成几个部分，再分别练习。现在我想重新回答开场的问题。好，你觉得今天中文交流活动中的小组讨论怎么样？让我想一下，我觉得讨论很有帮助，因为每个人都分享了不同的学习方法。我还记下了2个以前没有用过的表达。这一次你没有提高语速，却更快组织出了清楚的回答。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再用简单结构组织答案。提示语也让我有时间找到最重要的内容。回头看今天的7种方法，分别对应不同的困难。感到紧张时，可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。面对常见场景时，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回答方向。遇到意外问题时，可以先用提示语争取思考时间。没有听懂复杂问题时，可以换一种说法确认自己的理解。开始回答时，可以用简单结构组织答案。在对话中要认真听对方说出的关键词。平时还可以用词语联想和30秒故事练习即兴表达。你不需要一次使用全部方法，先找出自己无法及时回答的主要原因，再选择一项练习。我准备先练习30秒故事，每天随机选3个词，练习连续讲一个30秒的小故事。我会提前想好在中文活动中常见的3个问题，并准备几个回答方向。不过，我只写关键词，不背完整答案。这说明准备可以帮助我们自然回应，而不是把交流变成考试。说中文时，哪种情况最容易让你无法及时回答？7种方法中，你最想先练哪一种？欢迎在评论区用中文写下答案，也可以分享一次突然说不出话的经历。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正在学中文的朋友。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练习，希望你下次被突然提问时，能更平静、更清楚地表达你的想法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那是自由的旋律，带着微笑的一曲，我们要去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寻找好天气，写下一首轻快的舞曲，不需要什么言语，只要这节奏在继续，让世界都安静，听此刻的心境，让阳光都放晴，看最美的